大家看我现在在哪儿？我又回到了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你看这晚上的埃里温是不是非常的亲切？而且全是中国的公交车，看到没？真的，现在感觉第二次来埃里温，我就感觉像回家了一样，我一点不觉得陌生。包括虽然有时候和当地人没法沟通，对吧？但是我用翻译器、用手语，完全是 OK 的。你看大家晚上，现在是周末的晚上，大家都在外面买东西。就是我现在已经出了那个市中心区啊，所以比较生活区了这里。因为我这一次住的是 Airbnb， 正好就在共和国广场，稍微往外走一点点，走个大概10来分钟的一个生活区。大家看一下我住的房子的外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苏制的建筑。大家看一下我背后这个雪山，这就是亚拉拉特山，亚美尼亚人所谓的神山。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看到远在土耳其境内的亚拉拉特山可不容易。在亚美尼亚人的观念里，能清楚看到亚拉拉特山，其实是被视作一种好运和祝福。按照圣经、旧约、创世纪的记载，洪水之后，诺亚方舟就停靠在我身后的这座亚拉拉特山。因此，亚拉拉特山被基督教和亚美尼亚人视为人类重生之地。亚美尼亚人称自己为亥克族，传说他们的祖先亥克就是在亚拉拉特山周边定居并建立部落的。因此，亚拉拉特山不仅是自然和宗教的地标，更是亚美尼亚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象征。Hello. Hello, Hi,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David. Oh, David. So you live here in Yerevan, right? Yes. Live in this neighborhood, right? Yes. How old are you? I'm 12 years old. I Okay. live in Yerevan, and it is a beautiful place. Oh, There yeah. are many trees, houses, beautiful places. Yerevan is an old country. It is a 5,000 years old, and it i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Not a China, but it is a really smart place. I love this playground. My friends and I play football, basketball, all games what we can play. There are many trees, Yeah. garage. Yeah. Nice place. Quiet. Yes, And also very close to city center right there, right? yes. I live in there. Me too. I stayed there. Oh. The first floor. Yes. I won't say that I'm so lucky because I meet a YouTuber. He is not a Mr. Beast. No, I'm not. He's so good. He's so kind. Subscribe his channel. 在亚美尼亚住的公寓。OK， 他首先进来，这边是厨房、厕所。厕所、厨房，这边是客厅加上一个小卧房，然后这边是大卧房，这边是大卧房，我就是睡在这个大卧房。我们看一下啊，这边客厅里边有2个沙发，这个沙发我倒下来一个，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是可以变成床的，也可以变成沙发的。变成沙发是这个样子，变成床是这个样子，对吧？这就是客厅，客厅有一个电视，放了一台钢琴，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小卧室，这是一个床，然后这边是一个办公桌，我就是在这里工作。然后这边是一个阳台，现在晾了一些，房东晾了一些东西，堆了一些杂物。然后这边是厨房，厨房还是蛮精致的，冰箱、洗衣机啊，这些灶、洗手池、咖啡机都有。然后就是厕所，因为我都已经用动了啊，可能不像刚搬进来的时候那么整洁，但是都是很方便的。整体的感觉就是给人家的感觉，给我完全就是营造了一个在埃里温的家。不到1年的时间，我又来亚美尼亚了，又来旅游看小姐姐，还是专程来和朋友相聚，或者为了给我们屏幕前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搞定居留权来了，哈哈，都算是吧。首先在埃里温街头漫步，帅哥靓女赏心悦目。其次，我们财务、法务以及政府领域，甚至包括新能源方面的几个朋友也小聚了一下，喝了点亚美尼亚咖啡，吃了吃亚美尼亚烤肉。当然，更重要的是，居留权在申请流程
目前是有所变化的。所以我来替大家解决拿身份的大问题了。首先，屏幕前的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在申请居留权方面，目前政策有2点微调。一，我们在申请居留权以前，先要申请一个个人税务识别号，这个步骤之前是可以远程授权律师完成的，现在已经升级为必须要求企业主本人在当地警察局完成。当然，给企业主，也就是 director 以外的员工申请个人税务识别号，还是可以100%授权律师代劳的。此外，企业主个人税务识别号以后的所有申请工作，都还是允许授权律师100%完成的。2，在正式递交居留权之前，目前亚美尼亚政府新增了一个对外国申请人申请资质的预审环节，申请人在正式申请居留权以前，需要先行提交护照扫描件和预审申请表，大约5个工作日的时间，政府就会有批示结果。等于政府来了个先审批后交钱，流程确实得到了大大的优化。当然，唯一的弊端就是把整个居留权的审批时间大概往后延长了5个工作日左右。大家如果关注过我们亚美尼亚系列视频，可还记得亚美尼亚对于持有居留权3年的小伙伴们，可是直接允许申请入籍成为公民的。而且亚美尼亚也完美支持双重或者多重国籍。现在我在银行里边交这个申请居留权的政府费用，因为它这个步骤必须是在银行来交，它政府是不直接收这个钱的，所以我们先要在银行交了，拿着那个收据，然后再提交到政府里边去，所以其实这个步骤还是蛮复杂的。然后就是银行开户。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100%远程开户的阿庆银行，我们同时还顺利拓展了支持现场开户的亚美尼亚最大银行 Ameria Bank， 以及俄罗斯最大的银行 VTB 的亚美尼亚分行等等银行，从而我们可以根据各自的业务类型和商业拓展计划来匹配最佳的商业和个人银行账户选择。在今年这些政策调整以后，我们全球人团队也率先为不少客户已经完成了企业注册、开户以及居留权的正式获批。大家看我背后是一个公园哈，这个公园其实就是整个艾里温环城市绿化带，就是除了街心有很多的公园，它整个城市算是1环吧，1环或者2环环线周边全部都是这样一个绿化带，就是它整个这一圈都是一个公园。我觉得这个城市是设计的非常好的，非常适合旅游，或者说非常适合在这儿的当地居住的居民随时享受到绿化。现在是差不多晚上6点的艾里温，看到我背后的这个背景墙，一看就是粉色艾里温的标志嘛，这个偏粉色的火山岩的建筑。OK， 今天大家看现在的天气啊，正好是晚上6点天黑的时候，刚刚下过雨，所以这边非常的舒服，正好差不多10几度的温度啊，穿一个小外套正好合适，我就喜欢这种温度啊。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街景哈，对面是一个正在建设的建筑，可能没有塔吊，对吧？一个天桥。然后很多这样的建筑其实都是刚刚我背景的这个建筑的风格，粉色艾里温的这种火山岩，我觉得整个城市统一为这样一个粉色火山岩的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现在正好是大家下班的时候，都是背着包回家的人，很放松，最放松的时候又开始了。下完班之后就是这边的夜生活，夜生活还是蛮丰富的。你看这时候下完雨，到处是这些小鸟啊、麻雀啊，还是很舒适的。我觉得艾里温的整个的这个天气、这个环境和这个粉色岩石的建筑，总体给人就是一个很放松的感觉。我背后的这座亚美尼亚教堂就是亚美尼亚艾里温市中心，这个完全是在非常市中心的位置，最老的一座教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老的小教堂，以及新一些的这个新教堂。它是一个属于母子教堂的关系，在老的原址的基础上又扩建了这个新的教堂，非常非常的有感觉，非常代表
亚美尼亚的文化特色。如果大家是基督徒的话，无论大家信的是新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来了解一下这3大主流教派之外的亚美尼亚使徒教派，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我带大家转一圈这个教堂吧，非常非常的有特色。这个教堂代表了亚美尼亚宗教文化的一个精髓吧。来看一下这些可爱的地方。这里面叠满了香烛，看。然后应该这是圣母玛利亚吧？我们看，我在这个小礼堂，这是最老的这一间小教堂里边，就非常能感受到这个历史的风味，以及这个蜡烛的烛香。大家看一下天顶这个顶啊，也非常设计的非常有意思。你看，这样一个灯，上面是非常高的顶。上面的壁画已经看不太清了，但是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之前的那个壁画的痕迹。我们看这个教堂，这个新的老教堂旁边的新教堂，相当的宏伟震撼。它不是埃里温最大的，但是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它的地理位置是它最大的优势，就位于城市的最中心。来，我们进去看一下。巴列夫，大家看我到了哪儿？看我背后，看我背后，我又到了埃里温的步行街北方大道。看大家都在这儿，感受整个城市的繁华。一个大钥匙，代表我们来到了北方大道。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这边东南欧啊，包括我在塞尔维亚，我在保加利亚。我在格鲁吉亚，我在亚美尼亚，我全部看到了 New Yorker 这个品牌，而且都是在整个城市的步行街。嘿，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看来他们这些国家也是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嘛，各自的步行街都是相互学习对方的套路。你看最前方就是国家大剧院，所以这个北方大道就是从这个共和国广场一直到国家大剧院这一段。大家有喝过这个 Coffee House 的朋友吗？为什么这么多人？我不觉得它应该有多好喝呀。欢迎了解的朋友在评论区给我分享一下。现在是晚上10点半的埃里温，我现在在埃里温的自由广场，大家都在外边休息。这就是晚上快11点钟的埃里温，都是这么的热闹，非常舒服。当夜色静静的落在亚拉拉特山的剪影上，我这次埃里温之行也随之进入尾声。这座城市用古老石砌的教堂，阶梯上闪烁的灯光，精致餐馆里的歌声演奏，让人不知不觉沉浸其中。旅行的脚步或许将暂时停下，但亚美尼亚的热情、历史的厚重、山川的神圣，会在心底长久回响。离开埃里温不是结束，而是把一份来自高加索的温暖和记忆带走。等待某一天，邀请屏幕前的各位，一定要来这片圣山守护的土地，亲自寻味。